嗨，欢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上一支影片我们做了中游领域的分析，反应非常热烈。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继续做一个近期很火热的领域分析，并从该领域选出一只股票来谈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哦。那么近期很火热的领域到底是什么呢？不是手套股哦，可能有些人已经猜到了。它就是钢铁股，很多人对钢铁领域肯定很陌生吧？那么今天小编我就来为大家科普一下钢铁领域的一些小知识和他们近期那么火热的原因。首先，我们必须知道钢铁都被用在哪一些领域。通常钢铁都被广泛用在建筑，比如说房地产、工业，比如说汽车制造业、家私电器以及一些电子产品和大型基建上。那么在马来西亚，我们每年消耗的钢铁需求量大概是在8到10个 million 吨左右，而在2019年，我们总共是消耗了9.5个 million 吨的钢铁。那么至于我们的钢铁生产量，却是远远大于我们的钢铁需求量。在2018年，我们的钢铁生产量就达到24.6个 million 吨，是我们需求量的1倍之多。这也让我们的供过于求，而可能需要出口我国的钢铁。那么大概说了我国的钢铁领域的供需，我们就来看看钢铁其实分为多少种类，而哪一些现在是比较热门的。首先，钢铁是可以被分为2大类，一类是长钢，而第二类是扁钢。那么我们就会先来说长钢。长钢顾名思义，它们就是长，它们概括的品种就有 HB， 华语叫做工字钢、Rebar 螺纹钢，这2种都被广泛运用在大型基建和建筑上。而接下来还有是用在工业上的线材 Wire Rod。那么说完了长钢，扁钢又是什么呢？首先，扁钢可以分为2大类，第一种就是 HSC Hot Roll Coil， 华语叫做热轧钢卷，它是经过高温卷出来的钢铁。好处是便宜，适合运用在不需要特别精准的工艺上，比如说火车、铁路。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热轧钢卷经过高温处理、冷却后会收缩而稍微走形，而且表面粗糙。那么这就带我们到第2种扁钢了，那就是 CHC Cold Roll Coil， 也叫做冷轧钢卷。那么这个冷轧钢卷是把热轧钢卷冷却后再进行加工，也就是在室温下重新卷过。这个过程就会让它更加坚硬，而且不会有收缩变形的问题，所以形状更加的准确，表面也更加的光滑。所以冷轧钢卷可以广泛被运用在汽车制造业、铁管、水管等等。那么长钢的公司都有哪些呢？主要的就有 Anglo、Mass Steel、Lion Industry 还有 Southern Steel 等等。这些做长钢的公司通常都是一些上游公司，因为他们都会参与将铁矿石和废铁融化提炼成成品的业务。而扁钢公司就有 CSC Steel、Micron、Hyptech、Presta 等等。而这些扁钢公司大多数都是中下游公司，他们通常都是参与加工，然后卖给消费者。而只有 Micron 和 CSC Steel 是马来西亚主要的扁钢生产家。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最近钢铁股起得那么凶呢？好了，回到正题，钢铁股起得那么凶的原因有几个。第一，就是因为中国在疫情复苏之后，经济快速起步，这也造成钢铁材料内需强劲，以导致出口大减。由于中国是全球钢铁的主要生产家，少了中国的便宜钢铁，其他国家的钢铁也开始涨价。第二个原因就是由于疫情期间货柜船短缺，钢铁进口多少延迟，导致供应减少。另外，第三就是因为美元大跌，造成全世界很多商品大涨价。那么大概说了钢铁领域，小编我就顺便来提 Presta 这家钢铁公司。那么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加工生产钢铁产品，比如说钢管、汽车的排气管、大道护栏等等。而他们也是沙拉瓦的 Pan Borneo Highway 的大道护栏供应商。那么说完
他们的业务，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近期的业绩表现如何。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从上个季度由于新冠肺炎的打击下，只有53.3个 million 的收入，在这个季度已经强势反弹，提升到了125.9个 million， 是8个季度以来的新高，而盈利也是比起之前的几个季度强劲，总盈利为5.2个 million， 至于盈利率也是回到了疫情之前的4.28% 的水平。那么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业绩报告中看到，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大多数来自 manufacturing 制造钢铁产品，占了他们的收入的68%，而第二则是他们的 trading 钢铁贸易，这占了他们的总收入的31%。至于他们的业务大多数都是在马来西亚，而且也没有什么主要顾客，所以风险也相对分散。那么这家公司有什么特别呢？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和 POSCO 有着一家 joint venture 合资公司。那么 POSCO 到底是什么公司呢？ POSCO 可是大有来头，他们是一家在韩国的钢铁制造公司，也是全球第4大规模的钢铁制造公司。那么他们互相的合作又能给 Prystar 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这个我们又要说到马来西亚对钢铁的进口税了。马来西亚钢铁的进口税是从 7.73% 至 34.82% 不等，而且在2019年尾也对越南、印尼、中国、日本和韩国实施了这个临时反倾销税长达5年，但是和 Prystar 合作的 POSCO 却不会得到这个反倾销税，这也让 Prystar 得到了更便宜的成本，让他们在市场上与其他公司比较更有竞争力。至于 Prystar 对未来的展望，他们提到虽然现在马来西亚开始了第3波疫情，但是他们还是依然面对高额的订单，而且他们对汽车行业、家私行业和电器行业的销售量在国内外都有所增加。此外，由于现在网卖发达，物流公司需要更多价值，这也使他们生产的价值需求量大增。至于沙拉瓦的潘波纽Highway也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所以他们的大道护栏订单也是在逐渐增加。再加上如今钢铁价钱上涨，拉高了他们的盈利率，这也让公司对未来保持着谨慎但是正面的看法。小编个人是觉得他们的盈利其实还未完全体现在他们这一次的季报上，但是投资者们也要注意他们的 PE 和钢铁的价格，毕竟钢铁是个周期性行业，时好时坏。如果钢铁价格掉了，可能趋势就不如以往了。在这里，小编想问问大家怎么看待钢铁领域呢？你们可以在下面踊跃留言，之后想要小编解说其他股票的话，也能在下面留言哦。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